哇哦！你看，在下面这里啊，掉落了2节火车的车厢。这辆车厢应该是从这里滚落下去的吧？现在就卡在这个半山腰间。你看，当时这里啊，我感觉应该也是有栈桥的。这里还有一根铁轨，现在直接垮掉以后，火车也就掉落下去了。哎呀呀！刚才飞无人机的时候啊，由于没有控制得好，这飞机直接撞到这个悬崖了。不过应该就在这个附近，我得下去啊捡一下。稍等一下，我把这个放在这里。好。捡到了！哇，看着并不是很陡峭，其实啊，非常的陡。哎，捡到了！刚才飞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它的速度，所以过来的时候，哎呀，直接就撞到旁边的悬崖了。哎，有很多的刺扎破了。哎，飞机还好，无大碍，用的是一个小飞机。哎呦，糟糕了，这下遇到麻烦了。你看，通往这个隧道的入口呢，被这些山体滑坡啊，全部把洞口给堵住了。原本过了这个洞以后呢，应该我们就可以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，却是这样的一幅景象了。稍等我一会儿，我上去看一下。滑坡下来了，非常的巨大。那个石头掉落下来啊，把火车的路都挡住了。这要是现在的话，那得是一起事故啊！可以看得到那个洞口非常小，不过我不确定啊。如果我们从这个洞口进去的话，
对面被堵住没有？如果对面被堵住，又或者说是这个山体里面塌方的话，那就特别危险了。所以我们不能从这条路走，因为它的那个山体的洞口处呢，有一个非常小的，就是那个入口啊，可能没有完全堵完吧。来看看这边。那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啊，继续过去吧。刚才我们就是沿着对面的那些山丘啊，不停的这样盘旋，就盘到了这个地方。走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沙森。那现在啊，我行驶在美国的加州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探寻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木质的铁路栈桥。这座栈桥啊，距今呢已经快要有100年的历史了。虽然废弃了以后呢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座遗迹。另外呢，它也在很偏远的一个山区里面。但是围绕着这座古桥啊，它却有着众多的一些传说。而且在建造之初的时候呢，便被称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那为什么不可能呢？我们今天啊，就一块儿去一探究竟。
刚才的这条路啊，非常的崎岖，开过来啊，我觉得骨头都快被颠散架了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比死亡谷移动石头的那条路呢更加的难走。为了避免啊，我这个轮子啊再发生意外呢，所以我刚才开得特别的小心，有好几次啊，这个车都架起来像这样的一个角度了。不过还算是 OK， 现在总算是来到了这个停车区域吧，已经没有路了。上面不远处呢，就是那条古老的铁轨，而今天呢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铁轨啊，一直走大概6到8英里左右吧，然后就会到达那座栈桥。然后到达栈桥以后呢，然后再从栈桥返回来，估计徒步呢要走12到14英里，折合公里的话，差不多20几到30公里左右吧，非常的辛苦，得走1天的时间。所以现在背包里面东西啊都已经装备齐全了。虽然啊沿途很辛苦，但是呢，这种从未有过的铁轨徒步之旅啊，还是第一次。我也不知道沿途会遇到什么，走，我们去体验一下。你看这铁轨啊，就在这里了，底下全部是枕木，上面这个铁轨已经有快接近100年的历史了。走，你看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0点过10分左右，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走多久啊？周围都是一些山丘，上面有很多的大石头，路还是比较平。前面这里啊，好像有一条火车的隧道，看上去其实还蛮深的，而且特别高。哦，这里可以看到对面的出口。隧道里面啊，全部都是放上的这种木质的横梁，上面是钢筋。并不是很深，
也就是100多米吧。这里面看上去保存的还挺完好的。啊，这就出来了。最前面那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隧道，你看，这旁边啊，能看到有一些仙人掌，这和那天我们看到的那个巨人仙人掌是不是完全不一样？那天看到的那个巨人仙人掌啊，是一颗又粗又大的，然后直接冲上天空，就像是擎天柱一样。而这些仙人掌呢，就是那种比较小的灌木林一样的，然后全部聚集在一起。这里呢是一个山谷，当年啊要修建那个火车，要在这样的山峰之间修建的话，真是非常的不容易。现在都走了接近1个小时了，快要到11点了。这烈日底下，就是特别的炎热，满身大汗了。面这周围奇形怪异的大石头，这应该是爆破以后啊开凿出来的。你看上面能看到一道道非常大的那种凿痕。因为这个隧道啊，它的这个岩石呢很坚硬，所以在里面呢也就不需要用太多的木材或钢材来做支撑了。但是你看上面，看到了吗？那是爆破以后的痕迹。还留下了爆破以后烧过的痕迹。哇，这个门还是可以锁上的。这一面加上了木材，上面也是木材，小心点。怪石林里，全部都大石块。那个地方还散落了很多的一些油漆桶。我打算下来看一下这些铁桶。你稍微等我一会儿。哇！这里面全部都是石头了。你这木材，这铁皮啊，就像是一张纸一样了。
你有见过这样的易拉罐吗？这显然应该不是最近这几十年的。这。你看这里有一个铁盒，它是与这个铁轨啊连在一起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维修箱。上面这个锁是打开的，您这锁 ，Made in China， 哇，中国制造。嗨，大家看一下，哇，特别沉啊，那里面很大一股煤炭的味道。还有一些金属棒，不知道是不是放什么油之类的。这，你这里有个什么工具？哇，特别重。上面还有很多的弹孔。另外一个隧道，哇，这隧道挺深的。看，那边可以看到出口，不过应该比刚才的要深多了。这四周啊，全部都是这种木材，看上去还是有一点压抑啊。因为里面没有灯嘛，所以它比较黑，而且这些木材的颜色也是这种挺深的颜色。哇，越往里面走啊，越来越黑了。我开亮一点。比较的干燥，没有任何的滴水，也没有蝙蝠，里面就是一股有木材的味道。你看这边的木材堆在后面的。
啊，出来了。哇！连绵起伏的大山，在悬崖上面啊，开凿的一条铁轨之路。你看，在我身旁这里啊，堆放了很多的枕木，不知道是否是从这个铁轨上面取下去的，又或者说是从来都没有使用过呢？现在整齐的堆放在这个旁边。我们已经走了快要2个小时的时间了，路程也走了差不多有一半了。那要去的那座古桥呢，当地人啊把它叫做 Goat Canyon Trestle Bridge。翻译过来就是山羊峡谷栈桥吧。它位于这个安扎伯雷哥的干旱沙漠里面，而且这里呢距离那个墨西哥的边境啊，也就只有15英里左右的路程呢，非常的炎热。这座古桥啊，在当年修建的时候呢，就成为了加州最著名的一座栈桥吧。我们还得再继续徒步一会儿啊，才能到达那座古桥。走。你看这一面啊，应该都是危险区域了。刚才那面的山体滑坡呢，把火车给推下去了，而这里这些石头掉落下来，把整个铁轨啊全部都给埋了。看来这一面的地质灾害啊，特别的严重。你说当年他们在修建这个铁路的时候，有没有考虑到这些山体滑坡，或者说是石头掉落下来呢？又或者说是那个时候人在维护当中，后来呢，慢慢的落魄以后就没有再维护了。这沿途其实有很多这种巨型的大石块啊，很容易就会从山上面呢掉落下来。虽然这边日照比较的强，但是如果像冬天的时候遇到了雨季，又或者说是下雪的天气的话，那就比较的危险了。没想到山体滑坡啊，把洞口挡住了。你看，就是这些巨大的石头。绕过了那条被堵住的小道啊，你看，现在我走过来以后，瞬间能看到这座桥了，它就在我们的面前了。哇，非常的震撼啊！走，离它已经越来越近了。
这边是隧道的另外一端，你看，同样啊也是被堵上了，只不过它的入口呢，只是被一些小的石块挡住的。看来这里的地质啊，真是比较的危险了。这边还有铁轨的分路，不过分路以后，从那边过去啊，那个铁路应该是完全塌方了。一辆货运的火车。这里面是空的。轨道掉落的一地都是，不知道通向什么地方。你看，那座桥啊，都已经完全断裂了，现在只剩下那个隧道啊，还仍然露在这个山体之间吧。而这样看过去啊，非常的恐怖。不过这个隧道的里面啊，好像是被堵住了，但从时间上来看的话，好像是修建于1919年到1932年之间吧。现在就彻底啊，这样废弃在这个半山腰之间。而你看对面这座雄伟壮观的大桥啊，是不是特别的震撼？那这就是著名的 Goat Canyon Trestle Bridge， 也就是山羊峡谷栈桥了。它可以说啊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铁路的栈桥了，横跨在这两个山峰之间。据官方的描述呢，这座桥啊，它的长度大概有800英尺。而高度大约是186英尺，修建于呢1919年左右。而在1976年的时候啊，受到了一场名为凯瑟琳的飓风的这个影响啊，席卷了这个周围以后呢，这座桥就变成了一座危桥，又或者说是变成了一个遗迹吧。现在看上去真是特别的震撼。不过啊，当年在修建这座桥的时候呢，它也成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因为它要在悬崖峭壁上啊，开凿出17条隧道和无数的栈桥，而且啊，这一地区呢又经常有什么地震啊与洪水之类的，所以最后呢，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以后啊，这座桥就选择使用呢红木去建造。这种木材啊，它作为建筑材料的耐用性和弹性呢会更好一些。不过现在几十快要到100年的时间过去了，仍然呢还是变成了一座危桥。那我们啊，就小心翼翼地跨越这一座桥，去看一下这一座桥的魅力吧。走，就从这里开始啊，进入这个大桥的入口了。我还不太敢往两边走，虽然它有木板啊，但是那个木板已经非常的薄了。所以我只能走这个桥墩的地方。哇，这下面已经有100多米高了。哇，这底下已经有100多米高了哟。哇！
不时的在发出一些声响。看这底下，其实你仔细看这个木板啊，其实你仔细看这些枕木啊，上面都已经腐朽了。这应该是桥的中间之处了吧？稍等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哇哦！能看到底下吗？看周围的风景。走。太阳没了，这底下一层一层的，稍等，我到旁边去看一下。鞋带开了，哇哦，真是有一点惊心动魄。必须要全神贯注的往前面走。走在这样的桥上啊，我真是回想起了那天的那个老妇人。如果让那个老妇人在走这个桥的话，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感觉？越往这边走啊，你看这上面全部都是一些朽木了。听到声音了吗？哇哦，总算过来了。你看这个人，嘿，过来以后呢，这边是一个隧道。并不是很深，可以看得到尽头。哇，怎么样？是不是非常的刺激？不过我想啊，也只有你来到这里以后呢，亲身体验了这样的一个惊险，你才会感受到它的那样的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吧。虽然这一座桥啊，在这里已经废弃了40几年了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啊，尽管它没有被列入世界7大奇迹之一，但是它也告诫着人们啊，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吧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有时间、有精力、有体力，也有一定的胆量的话，不妨来到这一座桥啊，好好的欣赏一下这里的美景以及这样的徒步之旅，好吧？那我是阿生，我现在呢在美国的山羊峡谷栈道，那我的旅行啊又将继续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
来到这里以后啊，还是吃一个午餐吧。虽然没有带太多的午餐，我是提前呢准备了一些面包。对，这就是吐司，里面夹的那个巧克力酱。这2片吐司里面是巧克力酱，味道很棒。那我先吃了。你稍等一会儿。这次美妙的这个徒步之旅啊，我觉得真是蛮棒的，因为沿途过来啊，可以看得到差不多100多年以前的这些精彩的工程吧，就一直沿着那个峡谷啊，这样开辟了一条铁道之路，而且这座桥又如此的壮观。但是如果过来的话呢，我还是有一些建议。就第一呢，就是最好是带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补给吧，比如说面包啊，或者说是一些干粮，还有呢，准备一些饮用水，最好是准备2到3瓶饮用水吧。我是带了3瓶，你带了几瓶？2瓶。他带了2瓶，我带了3瓶。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GPS， 我觉得可以准备一个，因为进来以后手机都没有信号了。虽然是沿着这个铁路在走，但有可能你会进来以后。它还会有很多的小路，说不定你可能走那些小路的话，就有可能会迷路。所以如果准备一个 GPS 的话，会更加的安全一些。还有呢，就是刚刚走过那些小桥的时候呢，它可能那些木板啊，其实并不是很结实了，而且夏天这里特别的热，所以会引发出一些桥梁上的枕木啊，可能会有自燃的现象吧。刚才我都看到有好多的木材啊。其实都有烧过的痕迹，所以注意这样的一些安全。然后另外换上一双稍微好一点的徒步鞋吧，因为这样的话防滑一点啊。我不是推荐我这一双啊，我只是说稍微选择一些徒步更好一些的这种防滑鞋会更好。所以来到这里真是蛮不错的。但是今天开始的时候，我是一路手持着机器在拍摄，但拍到后面已经举不动了，又或者说后面比较危险吧，所以中途有一段是没有拍摄的。你像刚刚那个地方的，现在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啊？那个山洞它就坍塌了，所以如果要想走过来的话，就必须要从那边啊绕一圈啊，这样走过来。所以沿途还是挺惊险的，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危险的一些情况吧。像那边那个火车，你看还翻在那个山坡上的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？2节车厢看上去特别的小，不过就是因为山体滑坡啊，将那个货车直接撞落下来了。哇！看着这大桥啊，吃着这个美食，真是很棒。你觉得这个桥啊，看上去是不是很像美国1号高速公路的那个比克斯比大桥？是不是有点那种感觉？都是非常壮观的。一会儿吃完以后呢，就准备返回了。返回呢，我就想换一颗电池吧。然后我们从头到尾啊，我把这个走路的过程以及它多远的距离呢记录下来，让大家看一看。这样的话，以后你来的话，你也知道它的过程吧。好，等我5分钟。
那就等着啊，一会儿看一下下一个视频，然后我们再走完这个全程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儿见。